智齿烂，我们就把智齿拔掉就好。如果那一颗会影响到别人，我们就去建议拔掉。可是我现在没有蛀啊，所以嘞，你要等到蛀了才要拔嘛。为什么简单的事不做，你要搞得那么复杂嘞？这个系列呢，我们开始要讲一些临床的东西了。大家看牙都看得很有经验。我们先从我们智齿临床医师啊，最常遇到的就是说，那你智齿到底要不要拔？我们每天都遇到我们 MP 的时候，病人说，你智齿要拔还是不要拔？就我10年的，我们称为 GP 医师，就是一般牙科医师，什么都看。就我10年的观察经验来分享。最主要的口腔外科医师啊，他是经过2年的 PGY 训练，再加3年半以上的。专科训练，他们涵盖的部分有包含拔牙、植牙、外伤骨折头颈、口腔癌正颌手术，这些都是属于口腔外科的部分。有关手术的部分他们是对手术拔牙的部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还是以口腔外科医师讲的为主啦。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10年的一般牙科关于拔智齿该不该拔的分享。讲到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2017还蛮盛行打工度假的，所以2017 PTT 小牙医就有一篇推文，所以我们诊所医生都有智齿关于智齿的部分，大家看一下，你这个在网络上也找得到这不是我掰的有时候我们看到病人少一颗智齿好像也没什么第二个呢，他说有去别家诊所看可拔可不拔，然后问我到底要不要拔。我们当然通常还是建议拔，如果长倒的还是建议拔。然后我就跟病人说，你会清得比我干净吗？我们学了这么多的牙齿形态学，知道死角在哪里，学过牙周病学，知道脏东西卡了会怎样，学过蛀牙的部分，哪些地方容易蛀牙，牙齿的边边角角的一些死角我们都知道怎么清洁。而且我们看的 case 也是看很多你看过哪些 case？ 你都看过自己的，看过爸爸妈妈的，看过如果你有看过小孩子的，不可能我们每天看20-30个病人，1年下来看了几千个病人，20年的经验的意思是可能想法也会不一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跟他说，你再怎么认真清还是会有一点死角啦。第3个反推嘞，真的是气死我了。他说你盲肠放那里，你没事叫我去拔智齿，你为什么不去手术呢？真的是气死我了。所以只是跟大家分享说，你要拔智齿要不要拔智齿？就我的观念，我分享一些 case 给大家。像这个 case 哪些是智齿？你看一下我们先数数看，去拍 X 光片拿到自己的 X 光片，我们就可以看。那你就数数看，第一颗大牙齿在哪里4边的第一颗大牙齿那第2颗大牙齿呢？3、2第3颗大牙齿我们就会俗称智齿。像这个 case 来说，就是上面2颗大牙齿长在里面没有长出来，下面2颗长横的，我们称为水平智齿。那它发生什么事？你看它的右边，上次我们教过大家左右怎么分的嘛。它右边大牙齿，你看这边已经蛀一个大洞，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黑影。你食物一直塞在那边，塞久了甚至连前面都蛀。怎么说呢？你看另外一边。就是2颗都蛀了，你已经智齿卡在那里已经让前面那一颗怎样也蛀掉了。智齿烂，我们就把智齿拔掉就好。如果那一颗会影响到别人，我们就去建议拔掉。可是我现在没有蛀所以嘞，你要等到蛀了才要拔嘛。为什么简单的事不做，你要搞得那么复杂嘞？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观点有倒的智齿，我们可能还建议拔掉。然后上面呢，上面2颗智齿长在里面，这种智齿要不要拔？就我的观点还是建议拔啦。等一下我们会来跟大家说明。这个 case 就是比较年长一点点，大概50-60岁你看左边下面的智齿很棒长正的这种正的牙齿你照顾得好，你牙线要轻，要不要拔？你看用到50-60岁，甚至我们之前讲过那个阿嬷用到70-80岁，长正的不一定要拔，只要你清洁得好。它也是长倒的，造成什么？前面的牙齿蛀掉。智齿有没有事？没事，没事出来害别人。所以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就把智齿拔掉，你还会到50-60岁还需要拔智齿吗？就不用了。迟早要处理的事情，为什么不趁年轻有时间的时候把它处理掉呢？甚至连上面都有蛀了而且它上面是有点长歪了。那我们今天比较 focus 在蛀牙的部分，这是长正的你看这边是长正的，长正的不要拔。都用到60岁了，还要不要拔？我们觉得不需要了。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个 case 啊，这个 case 是我们最近遇到的 case 啊。你看它哪里有蛀牙？你看它智齿也没有很倒，就长斜斜的，可是呢，还是造成它前面那一颗蛀掉了。所以你长斜斜的，如果你清不干净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前面的蛀。智齿没事，这样子我们只要负责什么，前面那个补起来就好，还是要智齿要拔，好，我们还是得智齿拔掉。你看我们放大来看，在这里啊，它已经造成它前面这一颗会酸会痛了。这是另外一个 case， 就比较年轻一点。你看它智齿。长倒的智齿、长斜的智齿，也是造成前面那一颗会蛀牙。智齿到底有没有死？没事，可是还是得拔。不要一直拖到说前面那个蛀了，才会问牙医师说：“那我前面那个蛀了怎么办？那你智齿为什么不拔？你智齿拔掉就不会蛀啦。”当然，这个病人还有一些牙缝一些小蛀牙啦，我们之后会讲一些蛀牙的部分啊。这是长正的智齿，这种清洁能力不好，牙缝一大堆蛀牙，我们还是建议拔掉。长正的智齿还是建议拔掉。重点前提是什么？你只要清洁的够好，没有死角，可以不用拔。可是呢，如果清洁能力不好的病人，还是建议智齿还是提早拔，因为你其他牙缝都顾不好，你怎么会顾到智齿？看到这个病人有缺牙啊，就是差不多40岁的女生啊，大牙齿有缺牙，这颗抽过神经，而且没有牙齿，已经往前倒了，前面没有支撑，就是往前倒。倒久了，塞东西，我们之前看过一个阿公啊，就是这样，上面那一颗，其实拖到最后都留不住了。如果太倒的话，后面比较重要，后面一定会倒，前面只会空在那边。病人会花钱在什么？门牙、做植牙，因为后面呢完全摆烂，放啊不管，就是标准放在刀口上的，后面可不可以？不可以了，前面花植牙、花假牙，弄漂亮就好。当然我们不喜欢这样。讲这个 case 跟智齿有什么关系？有，你看它左边上面有智齿哦，有3颗大牙齿哦，有智齿哦。你看我们放大来看，你看倒数第2颗大牙齿有没有一个大蛀牙？它就是因为这个大蛀牙来抽神经。你长正的牙齿，你不刷干净会不会蛀？会蛀啊，智齿还蛀的比较小前面那一颗还蛀到比较大你到底要救智齿还是要救大牙齿？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清洁能力不好的病人啊，没有很认真清的，我建议还是把智齿拔一拔。不然它也会留在前面那一颗，不是我们牙医师爱拔掉，我们实在看过太多了。然后这个病人他也是有长倒的智齿，水平智齿，他发生什么事？他前面那一颗看起来好像没有蛀牙，可是呢，他智齿放太久了，大概也是50岁的女生，发生什么事？他倒数第2颗大牙，智齿前面这一颗甚至有一点牙周病，骨头都有点掉了。然后呢，左边上面也有一个智齿我们看一下你看这里的智齿，你看上面的智齿，就我10年的经验，我很少看到上面的智齿也会造成前面的蛀牙啦。就是我看到这个 case 之后，觉得上面的智齿我们可能建议还是早一点拔掉了，甚至也会造成前面的一颗也是一样，跟右边下面一样产生什么牙周病的问题，骨头都有掉。你看那个黄色的箭头表示什么？那骨头已经掉到这边来了。然后蛀牙嘞，你看这么深的蛀牙，这个蛀牙很深我们要从嘴巴进去，然后最后一颗，然后就往上去挖它的蛀牙，真的难度非常的高，不好挖，不好清，而且都是牙肉。如果智齿拔掉之后都是牙肉，所以这个问题你拖到这么久，真的是不知道要救智齿还是要救其他牙齿，这样懂吗？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麻烦。这个是出自陈医师，反正也是长倒的牙齿他发生什么事？他用3D 列印出来，copy 一颗牙齿。为什么要 copy？ 我们之后会讲一下自体移植、牙移植的部分，我们会再讲这个。还有那蛀牙，你看它蛀牙，你看这里一个大蛀牙，这是 copy， 另外一颗右边这一颗是3D 列印 copy 出来的牙齿你看它的蛀牙的深度已经非常深，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case， 它是上面的牙齿，可是它蛀牙部分已经在牙根了。对我们牙医师来说，这种牙齿可能都建议拔掉。右边那个是 copy 的牙齿，左边那个是模仿我们箭头指的。那一颗牙齿，把它用3D 列印把列印出来一模一样的缺陷，圈圈化解的地方就是它蛀牙的地方，然后蛀牙的边缘这是我最近遇到的 case 上面的大牙齿来了，我们就抽神经根管治疗，就是治疗好几次，可是它一直说会痛。当然我们做根管治疗有发现一些怪怪的我们就去拍电脑断层它上面有一颗智齿，我们有发现电脑断层，你看它上面的智齿跟2侧的牙根已经怎样？影响到它2侧的牙根，所以我那时候就要怀疑说，那个细菌是跑到那个智齿里面去，已经相通了发炎了，这样子很高位的智齿会被造成前面的牙齿影响，也有可能所以我们后来会把智齿拔掉就是最近的 case 啦这个倒数第2，它蛀牙的不是智齿，是倒数第2颗大牙齿。那这一颗大牙齿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把倒数第2颗拔掉，让智齿下来。你看花了1年时间，我们能让智齿下来，它有没有花钱？有，它挂号费。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前后的比较，你看我们拔掉之后1年之后，它就自己下来。可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所以呢，第一个牙齿一定会到理想的位置吗？不一定
甚至有些人需要矫正了，靠年轻的时候赶快做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可以先根管治疗嘛，让坏的牙齿用坏了再拔掉嘛，可以，也可以这样子啊。可是呢，到时候年纪越大，会不会下来到位置不一定啊。病人有没有钱做假牙？有，他妹妹在我们这边做，他爸爸我也认识，也是我病人，已经那种财富自由了，20岁拿着20万来做隐适美，你看他家有没有钱？他家有钱，你说我跟他说要做假牙、做牙套都可以。可是呢，时间是不等的，所以我们赶快把这颗蛀牙拿掉，让拿下来就可以不用花到钱。当然，他很有钱，对了，我没钱啊。所以我们最后呢，就回到 TT 的啦，哈，好，你看最后一句有够烂，这间建筑就是太烂了哈。对，就是有够烂，就是我就是烂。总结10年的经验呐，哈，智齿要不要拔啊？口腔卫生不好的智齿还是建议一律拔到，长横的、长斜的哈，长不出来的，我们还是建议拔掉，不然它里面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啊。可能在50、60岁有可能会影响，当然有一些是肿瘤性的问题，当然是要拔了。认真清洁的病人长正的，我们可以建议可以试着留看看，甚至可能用到70、80岁是可以的。有关拔牙或相关的问题，我们可能建议还是要问专业的口腔外科医师啦。我们只是一般10年一般医师。好，如果有讲错的，请大家指教啊哈。最后呢，我就是烂，谢谢，拜拜。